几乎所有的情侣都有一个镇店之猫，自己拿着锁就开门进去，就是进门的时候两边就站了2个兵马俑，床底下也是兵马俑，洗个澡墙上也是兵马俑，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打开了新眼界。对对对。中澳青年派，我们继续游成都啊。144小时的旅程当中啊，除了去这个成都的知名景点之外啊，其实也可以选择像当地人一样啊，享受悠闲的生活，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啊。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在成都高新区的一个历史街区啊，叫铁象寺水街。之所以叫水街啊，是因为有水系环绕。那这是一个专门喝成都盖碗茶的地方啊，我们要来一起品尝地道的成都盖碗茶。来，大家就坐。非常开心啊，能在这么惬意的环境里聊天啊。我们也希望像一个成都人一样品味生活啊。那想问一下心怡啊，你在成都这几天住在哪里呢？我这几天住的是连锁的快捷酒店，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设施啊都是很充裕的。而且也非常的干净。对，那你预订和这个住的登记的时候方便吗？预订的时候也非常方便，我用的是 Alipay 或者是支付宝，然后就直接在上面预订，然后付钱的时候也是登记一下护照，然后直接付就可以了。哦，在 Alipay 上面的话，应该是外国人的护照或港澳台之类的信息都有。对，但有一些民宿我知道有一些好像不太行，对，要先去询问一下。是不是青城山那边有些民宿还可以去泡温泉啊？对，温泉酒店是不是？我们都在花水湾下面哈。带我的狗还有我的小孩一起去，其实还是蛮舒服的。就还可以带狗，还可以带狗去，对，很多都是那个宠物友好的。王航老师，你会发现这几年呢，其实民宿这个概念呢，在中国全国各地啊，对，它都会很热。对，就我记得赵宇也是经常谈到这个古镇，在去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古镇旁边的民宿这个古镇旁边不叫几乎了，是100%，所有的古镇旁边都有自己的民宿。而且现在是一个趋势，就是大家这个发展旅游，它很多古镇旁边的那个老乡，他就把自己的那个房子改2-3间出来，然后就作为民宿。所以任何一个地方非常容易就能订到不一样的民宿这个价格也是丰俭由人，这个区间是非常大的。我住民宿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请房东，有的时候房东跟我们一起住的话，就可以他给我们做当地的那些特色的农家菜。对，像在我们澳洲的话，就是通常都是见不到房东的，他会给你一个密码锁，然后把钥匙放在里面，然后把密码告诉你，自己拿着锁就开门进去。在中国现在连那个密码锁里面的钥匙都不用了，直接给你个密码，对，你就去按那个密码，然后就进门了。那个既是指纹锁也是密码锁。那这个更容易了。我记得早一点的时候，入藏的旅游刚兴起的时候，你在成都的青旅就会结识一些一起要入藏的旅伴儿，然后就临时就搭伴儿，就几个人就一起入藏，结伴同行。对，包括在青旅里面，它吃饭的地方都是公共的嘛，然后还有那个沙龙然后那个公共的咖啡间这些都是公共的还有很多青旅里面，它有这个，比如说放幕布的电影然后每个什么周5的晚上，大家喝酒聊天、弹吉他然后交友。其实我在出国前，其实在做那段时间，我也交了很多挚友。是不是文艺青年比较集中？文艺青年，对。我还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青旅都有一个镇店之猫。镇店猫。对。那个我个人在澳洲呢是没有体验过青年旅社，我通常住的呢都是像民宿或者是酒店，也有那种叫 motel 汽车旅馆那种。会不会要担心安全？会担心安全。对。然后我们在澳洲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呢，就是我们叫 house sitter。对 ，house sitter 就是说当地的房主会去旅游，你可以就是到他们那里去帮他们看房子，会不会还要喂猫喂狗？喂猫喂狗，对。我看过有个博主，就全世界飞，然后就帮别人去照顾他们家的猫或狗，还要收钱的那种。对，收钱，打开了新眼界。对。我经常看就是在欧美这个国家，他们其实有一些那种4星、3星的酒店，那设施是很旧的，住的其实并不太舒服，并不像可能在中国这边，它可能一些平常的民宿或者是没有星级的酒店，其实住起来还是挺干净、挺舒服的。就好像这次你们住的地方，其实还是
对，非常干净。非常干净。对，当我们带着这个家人、小朋友出去旅游的话，还是很安心。对，而有一些酒店专门就是亲子的主题啊，这种，所以它就适合家庭。这个大堂里啊，它有一些设施也是适合小孩子的这个游戏玩乐区，它都会有这样的。戏水的。对，戏水的就是。我们当时在国外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啊，其实大人最放松的就是把他丢到游泳池。回到中国这边其实更方便，他们有很多那种研学团，而且是跟酒店那边是合作的，或者酒店里面内部就是大人呢可以自己玩个人的，我可以约几个家庭一起出去玩，然后小孩呢可能成一个团，可能去观察什么昆虫啊，然后带他们去有一整天的这种行程，做做手工做做手工，就我们解放双手了，这边就非常的方便。好像有一些民宿把它做成特别的有当地的风格，比如说之前我在西安那边住过兵马俑风格的民宿，对，我就是进门的时候两边就站了2个兵马俑。对，我记得我朋友也是，他是在国外订的，然后他不知道有这个主题，但是他一进门呢就看见全部都是兵马俑，他就是那个住的床底下也是兵马俑，什么洗个澡墙上也是兵马俑。我说你订的时候没看吗？他说我以为到了西安就是全部都是兵马俑。刚才大家谈了很多这个各具特色的这个主题酒店啊，还有民宿啊，这个给海外的游客啊，到中国呢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住宿的选择。其实现在国内啊，这个一个 APP 就能解决啊所有的这种关于住宿的风格、酒店档次，包括相关的攻略啊，都有一个研究，而且非常细致。你只要刷这个，完全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找到最理想、最让你心仪的这个酒店。下一节啊，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在成都喝盖碗茶、品尝中国茶。下期我们见。